我是黄正成。正成，情况怎么样？遭到敌人猛烈阻击，请胡长官放心，我正在组织兵力，争取尽快突破共军的阻击，以解王耀武关缺之围。好，正成，两军对决，勇者胜。我已经派飞机入阵，装甲部队很快也会到达。 周希汉吗？是。你知道负责阻击黄正成西进的是哪个团呢？是第30团，他们那里压力最大。黄正成正在全力向西突进。好，我直接和他们通话。是。给我接30团。喂，我是啊。你是谁啊？ 是彭科长吗？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敌人的攻势很猛，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锋啊！伤亡情况呢？伤亡很大，我们还有预备队。好，现在敌人调来了装甲部队，试图用坦克在你们正面的位置打开一个缺口，你们有准备吗？请报告陈司令，人在阵地在。 彭玉坤，到。传我的命令，请10旅迅速传达纵队对30团的嘉奖，并要求其他各旅迅速传达到各团。是。彭科长，为什么不去传达？司令员，嘉奖令可是正式文件，如果下发到部队，可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现在离黄昏还有4、5个小时。 万一30团把阵地丢了怎么办？万一丢了，我这个嘉奖令也就成了笑柄了。不过你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从他们团长的沉着和镇定，我已经感觉到敌人是不可能从他们的手里夺取到阵地的。 吕总，胡长官来电。胡长官，正成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共军的抵抗十分厉害啊！一定要尽快脱离陈赓的包围圈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陈赓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请胡长官放心，天下第一旅不会让你失望。吕总，王长官电话。吕总啊，陈赓主力已经突进关键村，我部伤亡惨重。 请火速派兵增援！王亚武，你谎报军情！你碰到的是哪国的陈赓？老子碰到的才是陈赓的主力！吕总，共军的攻势很猛烈，可能是总攻开始了，再不增援就可能全军覆没。正成，正成，正成，你怎么了？ 怎么不说话？副司令长官，我军已退守陈堰，据侦查，西面的共军已无后备力量。我将亲自督战，再组织一次冲锋。一旦突破西线，不但可以解福山之围，还可以对陈赓的主力形成反包围之势。好，很好，我已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。哼，要西线。是。喂，我要西线。喂，喂。 要不要从李成方部派兵增援？来不及了。再说李成方旅对关缺的总攻已经开始了。正成，如果子弹能活捉陈赓，我向委座给你报功，给你加官晋级。
中央来电，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天下第一旅。潘官，到。我命令你亲自赶到西线，组织兵力，无论如何也要堵住黄正成的突围，为确保全歼黄正成部赢得时间。跟上！快！走！这里谁负责？谁负责？营长已经牺牲了，我是代理营长。我是纵队的作战科长涂尼坤。陈司令员让我通知你们，敌人坦克开道，将从你们阵地突围。走！是。我知道你们营只是协同作战，没有重武器，不担负主攻任务。但情况危急，陈司令员命令你们，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。放心吧，坚决执行命令，把第一线活着的同志集中起来。是，走。同志们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！你们是第一爆破组，写过入党申请书的，也都站出来。你们是第二爆破组，把手榴弹捆在一起，分头行动吧！走，走！爆破组，跟我上！营长，让我去吧！不行，我来，我来！营长，小心点，小心，小心啊！第二爆破组，跟我上！营长，营长！啊！营长！潘官，怎么了？三营，三营怎么了？三营在西线，三营一个营的兵力，为了阻击坦克的进攻，几乎全部牺牲。我作为指挥员，应该负这个责任。一个营的指战员，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而甘于牺牲，
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，他们的牺牲是源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。彭一坤，你是一个活着的英雄。司令员，我不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敌人从西线逃脱了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这个黄正成打了将近10个钟头了，一点都没有前进。胡长官，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捕捉到陈赓的主力，可他却抓住了战机，在蚕食我们的第1旅呀！报告，福山来电，我2个旅在西泽岭遭到共军顽强阻击，无法前进。看来我的天下第1旅真的要栽在陈赓手里了。马上命令黄正成的部队迅速后撤，退守陈堰，等待援军。好啊，这个胡宗南开始骂街了，自己把仗打输了，还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。我看他在黄埔那几年算是白上了。喂，啊，司令员，李旅长，程放，是不是要报告好消息啊？我们已将关雀村的敌人全部歼灭，敌团长王亚武在村西。告诉周希汉，拂晓前解决战斗。是，明白。你转告陈司令员，让他给黄正成准备早饭吧。走。找到黄正成没有？没有，有一个俘虏讲，黄正成好像被炸死了。哎，你叫过来。过去。哼，黄旅长，你是谁？鄙人周希汉。
我要见陈赓。对付你，我周希汉一个人就够了。你们天下第一旅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战斗力是靠打出来的。我和日本人打仗那会儿，你恐怕正躲在西安吃羊肉泡馍，听秦腔呢吧？在战术上，你们胡长官也不是我们陈司令员的对手。这不算失败。你们违反战术法则，我们的炮火还没有展开，你们就偷偷摸摸进来。你们的大炮在10公尺内使用，这严重违反射击教程。我要见陈赓。带走，走。你就是黄正常。你是？我就是你要找的陈赓。你们的打法我不服气。有本事把部队摆开了打，打胜了才算英雄好汉。人家说你们的打法不好啊，打胜了也不算英雄好汉。你们怎么看呢？报告司令员，我看我们这次的打法挺好的，我们消灭了天下第一旅，还抓住了这个中将旅长，我们打了大胜仗。如果说打胜仗的方法不好，那打败仗的方法就好了吗？你黄正成也算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我都不知道你在黄埔学了些什么。看来你还不如我们的战士，打了败仗还说胡话。孙子曰：“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”你连这个都忘了吗？哼！给，看着。哎，熊样。听说你要和我谈谈。我们这个部队是很有名气的。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长官当过这个师的师长。我知道你是胡长官的老同学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说吧。请贵军不要发布我们被俘的消息，以免使胡长官难堪。你很会为胡长官着想啊。还有呢？我的内人在西安，能否把我的情况告诉他？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。你把你内人的住址和姓名写下来。谢谢陈赓兄。但是第一个要求我不能满足你。谁让胡宗南先打我的？你们的打法很怪，按道理你们该打2翼中的1翼。我们第一旅在中间，却打了我们。作战宜正不宜邪，你们采取夜袭，这种打法也不正规。若是摆开了打，你们不一定能打胜。为什么？我们部队装备比你们好，训练比你们好，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的，知识水平高啊。那你们为什么打败了呢？因为这个仗不是我们要打，而是蒋介石坚持法西斯独裁，主动挑起来的。陈赓兄，这话我就不明白了。委员长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搞法西斯独裁？干什么呀？你应该明白，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。蒋介石当了校长之后，很快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3大政策，排斥国民党中的左派，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。他一心想消灭共产党，内战一打就是10年，8年抗战，他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。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
也包括你们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爱国人士，经过浴血奋战，刚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，他就勾结美帝国主义，收编伪军打我们，这不是法西斯独裁是什么？陈庚兄言之有理，急我茅塞，请容我三思。你们发动这场战争是不得人心的。俗话说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蒋介石打内战不得民心，装备再好也注定要失败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安排你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看一看，看看那里的人民是怎么当家做主的。好吧，走吧。爸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？你不是说我可以当兵吗？现在又让我上学，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？我确实答应过你的要求，这几天我也认真的考虑过。可我就是想当兵。志飞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当兵？打仗啊！看来你确实还小啊，对需要流血牺牲的战争并不能完全理解。军人打仗就是为了消灭战争，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团圆。10年内战，8年抗战，接着又是内战，这仗不能再无休止地打下去。你们这代人不应该再有战争，用不了多久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被打垮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革命胜利了，最需要的就是那些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可是爸，我连小学都没上完呢。所以你就更应该好好的学习啊！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够学好。那你说我以后干什么好呢？你去学工程。什么是工程啊？就是盖高楼大厦，就是把这块地方盖成像上海滩一样的高楼大厦。那可能吗？怎么就不可能呢？不走，枪上膛，前步走。1、2、1，立定，向后转，前步走。1、2、1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1947年1月，陈赓纵队与王震纵队共同进行了汾孝战役，取得歼敌1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。在这次战役的最后一战中街村之战中，第32团第9连在进攻中，由于战场指挥员战术指挥失当，
在敌侧翼火力袭击下，全连壮烈牺牲。我为什么没有让你们打扫这块战场？为什么？你们看一看，整整一个连呢。连长的位置在哪里？在连长应该在的位置。说得好。指导员呢？在指导员应该在的地方。我们战士的队形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。有没有一个战士的头是冲着后方的？没有。敌人的机枪暗堡在哪里？在我们的斜侧。站在这里，你们看一看，选择从这个地方冲锋，到底对不对？不对。严防敌人的侧射火力，是我们指挥进攻战斗的常识。可我们团一级的指挥员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这是置9连于死地的关键。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好的战士，多么勇敢的战士！冲锋时受伤倒下了，眼睛和枪口始终冲着前方。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儿女，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呢。虽然整个战役我们胜利了，可是由于我们指挥上的失误，造成这样的结果，我认为这是打了个败仗。
打中间村的教训，我们每一个指挥员都要汲取。司令员，我是这个团的团长，我错了，你处分我吧。我问你，你怕不怕死？不怕。想不想把仗打好？想。那好，有这2条，我就不处分你了。我不处分你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你在心里已经把自己给处分了，你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声点！是。1947年3月，国民党军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。胡宗南部进占延安，毛泽东、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，指挥着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。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纵队西渡黄河，加入陕北作战。同年6月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刘邓大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在鲁西南抢渡黄河，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。司令员，哎，司令。彭一坤，到，你说说看，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？中央军委不是已经下达了指示，要我们下一步西渡黄河，开赴陕北，和彭老总一起消灭胡宗南吗？南渡黄河，部队现在的情绪怎么样？士气高涨啊！同志们都盼着早点西渡黄河，开赴陕北，保卫党中央，保卫毛主席啊！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开赴到陕北打仗，才能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的安全？老蒋现在被迫在军事上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，我们也得准备从战略防御上改为战略进攻。这也符合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思想。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，在鲁西南南渡黄河，他们在短时间内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部队6万余人。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，打退敌人的重点进攻，为下一步转向外线作战创造了条件。主席这次让您去小河村开会，说不定也是讨论关于下一步战略进攻的事情。中央军委已经给我们下达了指示，下一步要我们西渡黄河，开赴陕北，参加攻打榆林的战斗。司令员，您不是打算向中央建议南渡黄河吗？好了，南渡西渡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暂不讨论。我们四纵要利用好这一战斗间隙，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训练。刘参谋，到，你让后勤部门准备一下，买些木耳、盐巴、白糖、纸烟、蘑菇、茶叶之类的东西带给中央机关。是。要不得少于4个骡子驮的。中央机关在陕北非常艰苦，我们解放了20多座县城，条件比他们好多了，应该慰劳慰劳他们。戴科长到，
你们通信科要带一部电台，这次跟我一起去，送一些缴获的无线电器材给中央军委3局，至少要够1个牲口驮的才行，不能少了。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以后，通信器材缺少啊。好，我会尽快准备好的。另外，我们在年前几个战役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，把卡宾枪准备出能装备1个警卫营的。司令员，您这是去开会啊，还是回娘家呀？去毛主席那开会，当然就是回娘家了。我军转入战略进攻，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，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。我军进攻突击的方向是中原。我们的目的呀，就是要把战争打到蒋介石的鼻子底下去。是啊，与彭德怀形成合力，消灭胡宗南部队，使中央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。陈赓啊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这次会议之前，中央给我的命令说，主席要调我西渡黄河，回陕北作战。部队知道了以后都情绪高涨，都想尽早的来保卫毛主席，保卫党中央。哎，接着说啊。中央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陈赓啊，你是个爱动脑筋的将领，就目前的形势啊，应该有自己的想法。你们纵队的去留问题啊，中央还没有最后确定啊，大家可以讨论嘛，啊？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的决心，我们有。只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怎样才能更好地保卫毛主席、保卫党中央的安全。哎，说下去啊。我是在想，目前陕北的负担已经很重了，再加上我们纵队几万人，吃什么，这是个问题。说下去，是个大问题。哎，继续说嘛。没了。没了。没了。真的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。陈赓啊。我和恩来请你啊，一是为你洗尘，二是为你接风啊，三是为你一路横扫晋南，庆功啊！主席，我不会喝酒啊！啊，陈赓，我和主席说了，这陈赓从来不喝酒，但是啊，主席说，今天这杯酒，你陈赓啊，一定要喝了它。对呀。我毛泽东啊，就是要听一听你酒后的真言。我一向敬重毛主席，敬重周副主席，请恕我直言，您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，都是英明之举，我从心底里佩服。可是全国战场一盘棋呀，对于我这个小棋子来讲，您应该让我南渡黄河，东砍西杀，再给敌人的胸口上插上一把刀。告诉你吧，中央已经决定改变计划了。哈哈，告诉你啊，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，蒋介石呢，肯定会到处手忙脚乱，到处派兵去堵。啊，胡宗南呢，又被彭德怀牵制在陕北。现在豫西这一带，他的兵力并不多，这是个空子啊！你要趁虚而入啊，南渡黄河，师出豫西，在潼关到郑州的800里战场上，打他个天昏地黑。陈赓啊，你知道破釜沉舟这个故事吗？主席的意思是，我们一旦过了黄河，
就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当然，打运动战是要大进大退，但是我们怎么也不能退到黄河北岸去。好啊，可是陈赓啊，这次和国民党打仗啊，可不一样啊。胡宗南是你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。《孙子兵法》讲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啊。再说，你们双方都很熟悉，你的困难可不小啊。我一定会克服困难的。哈哈哈，好啊。和自己的老同学打仗啊，该别有一番滋味啊。但这绝不是老同学之间的斗争，而是中国两种命运的斗争。只有胜利，全国的劳苦大众才能彻底获得解放啊！好，主席，您留步吧。啊，我可等待你胜利的好消息啊！放心吧，主席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哎，老陈，你过来，你看，我们的根据地在这里。如果南渡的话，有几个敌人在等着我们啊。南渡是不行的，应该西渡。哎，老周，你说说啊？很有道理。来，我说两句。部队打过黄河，那肯定是没问题。可到了玉溪以后，部队的补给怎么办？我们的伤员怎么安置？问得好。我离开小河村的时候，毛主席特意给我讲了一个破釜沉舟的故事，鼓励我们要有当年西楚霸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往无前的气概。他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，在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这次行动的意义重大，有利条件也有很多，但是我们要充分顾及到不利的因素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现在我要求部队所有家属离队，不过黄河。这是关系到全国战局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，我们必须要轻装上阵，不能有任何的拖累。1947年7月27日，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、第9纵队和第38军等部共8万余人组成陈谢兵团，向黄河沿岸秘密开进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我看就送到这儿吧。日记本，给你的。好漂亮。我要你把我们分开的日子发生的事情都记在上面，等我们再见面时给我看。这样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我会的。
月23日拂晓，陈谢集团主力在济源长泉渡、平陆毛巾渡抢渡黄河，腰斩陇海铁路，国民党军防线全面崩溃。陈赓的部队南渡黄河，从洛阳到陕县，300多华里的防线一夜之间全部失守。共军这么大的行动，难道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？现在必须命令胡宗南主力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从陕北战场南撤回援，另从围攻大别山刘邓部队的部队中调整编第3师、第15师、第41师和青年军第206师各1个旅，连同援助洛阳地区的守军4个旅，组成第5兵团，由李铁军指挥。以新编第1旅、第135旅、第27旅、第167旅和青年军第206师一部共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，由西安绥靖公署的谢福三指挥，与李铁军所部东西夹击陈赓部队。陈谢兵团南渡黄河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受到强烈震撼。蒋介石从陕北大别山大量调兵回援，陈谢兵团在陇海铁路沿线机动作战，在石山头、新安、宜阳、渑池等地大量歼敌，并对洛阳外围衡水镇发起围攻。陈谢兵团在潼关至洛阳之间开辟广阔的战场，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大别山2个方向人民解放军的作战，发展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。同学，到，给我接陈司令员。是。接司令员。报告旅长，司令员接通。司令员，我是李成发，我在灵宝县城南岭。原计划第11旅担任主攻，先取南岭，从南面攻城。南岭是敌人重点设防之地，我刚查看过地形，不利于我军进攻。城西函谷关虽然地势险峻，但敌人兵力较少，也较麻痹。我想先让第33团夺取函谷关南面的高地，然后由第31团从灵宝的西门登城。你看呢？你在现场，具体部署由你决定，你就放手指挥吧。是。总攻的时间确定之后，马上向我报告。陈赓的部队在豫西横冲直撞，直接威胁我进攻刘邓部队的侧翼。现在，我决定从陕北和大别山再紧急抽调10个半旅，增加第5兵团和陕东兵团的实力，增强西安至潼关的防御。铁军，你指挥第5兵团有什么想法呀？陈赓用兵诡诈，一贯声东击西，不得不防。他
他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我们的侧翼，迫使我军从大别山和陕北一带撤出兵力回防。我们应该尽快寻找其主力，迫使其与我军决战。来，祝你旗开得胜。谢谢宗南兄。说起来，宗南兄率军一举攻入延安，迫使毛泽东狼狈逃亡陕北，如此功业足可名留青史啊！唉，什么名留青史啊？哎，今天咱们只叙旧事，不谈公事。铁军啊，最近我常常在想啊，20多年前咱们这些常常在一起聚的老同学，现在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？又有多少人成了刀枪相见的对手？是，唉，就是同僚，也是各自忙碌，难得一见，世事难料啊。宗南兄说这些，是不是因为我要跟陈赓交手啊？宗南兄，是不是要提醒我痛失天下第一旅的教训呢？哎，你这小子还是老脾气，说话这么犀利，老是揭人的痛处。不是我犀利，而是时局逼的。想当年陈赓入狱，大家念及他的侠义之气，同学旧情，联名给校长写信，恳求校长放了他。早知今日要和他刀兵相见，何必当初啊？荒唐啊！是啊，我还记得当年陈赓离开黄埔的时候，请大家喝酒，你老弟是因为政见不同摔杯而去。你对陈赓说：“有本事战场上相见。”从此同学绝不念旧情，只做敌手，不亦快哉！铁军，来，祝你这次和陈赓交手，旗开得胜。我们的第12旅和第38军要大胆地向陕南和鄂北挺进，只准进去，不准出来。牢牢地牵制住胡宗南进军豫西的兵力，尽可能把他的兵力拉到陕南、鄂北去，为我军和刘邓大军争得休整的时间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陈谢兵团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，在东面实施佯攻。主力向西对灵宝、陕县、卢氏等城发起攻击，而后又隐蔽东进，攻克偃师、孟津、伊川等城，逼近洛阳。陈谢兵团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作战，割断了国民党胡宗南与顾祝同两集团的联系。西安一日三惊，洛阳准备巷战。寿山啊，这次延安之战，你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，劳苦功高啊！那也是委座的栽培。报告，进来。陈赓的部队出现在平汉路以西地带，连续攻占登封等10余座县城。10月下旬，国民党军李铁军、裴昌会两兵团东西对进，试图在陇海路夹击陈谢兵团。陈谢兵团突然挥师南下，在伏牛山东路、平汉路西侧发动攻势，连克宝丰、鲁山、南诏、登封数城，在豫西实施战略展开。又是这个陈赓，我看现在必须让李铁军转身回撤，在临汝、鲁山、宝丰等县与陈赓的主力决战。立刻接李铁军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命令部队停止前进。我追了陈赓那么久，连他的影子都没有见着。命令部队立刻回撤。司令，我们已经追了这么长的时间，现在撤。我们所追的，并非陈赓的主力。喂，校长。是，我已经想到了，立刻出发。您放心，我的第5兵团有7个旅，
而陈赓只有5个旅，并且他已经连续作战2个多月，在短期之内，他不可能收拢作战。如果此时决战，我军必胜。现在李铁军从我们屁股后面追上来，他的兵力非常充足，想要和我们一决高下。现在我们的兵力是扭到一起了，这个仗不太好打。我现在拟定了2套作战方案，请大家考虑。方科长，到，你来讲吧。是。第一方案，我军派2个旅奇袭临汝、夹县，威逼许昌；另以2个旅奔袭宝丰、方城。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把握性比较大，敌人在每个县城的驻军多则700-800人，少则300-400人，好打。但是不利之处是我军不利于集结。部队过黄河以后，连续作战2个多月，比较疲劳。如果李铁军的部队一旦赶上，我军很难集结主力与之作战。第2个方案是派1个旅袭击临汝、夹县，威逼许昌，把李铁军的部队引诱到汝河以东，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深入到鲁山、南诏和方城一带。在这一带，我们可以发动群众，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，同时主力可以得到短期休整，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。但是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，关于奇袭临汝、夹县的战斗，必须在5天之内完成。如果5天之内不能打完，李铁军的部队一旦赶上，我军就可能受到内外夹击的危险。这是司令员提出的2条方案，请大家讨论一下。我觉得第2个方案是比较确实可行的。我也觉得我觉得第2方案比较好。哎，老陈啊，这一仗交给我打。嗨，司令员，这一仗交给我们旅吧，5天之内保证完成任务。司令员，我觉得这一仗应该交给我们旅，我们对临汝、夹县一带比较熟悉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应该给我们旅。不，应该交给我们打。哎，不能交给你们旅，因为我们也可以打吧？凭什么交给你们啊？司令员，给我们旅吧，给我们旅来打，让我们来打。对，应该交给我们旅。刚刚修整完，我们旅可以。司令员，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。是啊，这一仗我们来打吧。司令员，还是交给我们旅吧。司令员，保证完成任务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对。哎，谁打都一样，不过打村落战、攻城，还是20团比较有经验。叫10旅的20团打吧。20团打临汝，另外2个团奔袭夹县。太好了。周兴汉，看来让你不抽烟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你去打仗这个，西汉，你的担子不轻啊！这次李铁军来势凶猛，你一定要做到瞻前顾后。他们现在是亡羊补牢，已经接受了教训。7个旅集在一起前进，这一仗可不容易啊！老周啊，你当心李铁军摸你的屁股。俗话说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我就是老虎。李铁军呐，他不敢来摸的。好了，现在我跟大家宣布一条纪律：从现在开始，不允许使用电台。各旅要派中小分队，将敌人占领的各个县城，通往洛阳、郑州、许昌、南阳的电话线全部破坏，以迫使敌人用电台联络，以利于我军收听或破译，掌握敌人的动态。报告，据侦查，陈赓主力向临。命令部队加紧行军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夹县挺进，全歼陈赓部队。是。我们走。
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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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，有些电话还是没有接通？还是没有。司令员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利用当地原有的旧长途电话。抓紧时间。我已经派人去接了。李铁军的尾追，如果在黄河北面的老解放区，那对于我们来说，不算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那里有巩固的后方做依托，有群众支援，行动隐蔽，来去自由，甩掉对手，另选战场困难不大。比如歼灭天下第一旅，3个旅对3个旅，敌人进入了解放区，就成了瞎子、聋子，根本就摸不到我们的情况。而我们则耳聪目明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这里的情况可就不同了，根据地没有建立，群众没有发动，再加上我们的作战兵力才不过5个旅，对付李铁军这股追兵，并非易事啊。司令员，要不要发报让周希汉的10旅撤出战斗？不必了，我了解这支部队，了解周希汉，他会果断行事的，必要时可以派13旅去支援他。报告司令员，10旅的电话已经通了。快！喂，接一下10旅。10旅吗？司令员，通了。喂，希汉吗？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辖县城内敌人大部被歼，残敌已被包围在城西北角的核心阵地。李铁军率部增援，很快就会到达嘉县。你们有没有把握歼灭城内的敌人？准备白天发起攻击，火力组织好，攻击部队也做好了准备。打援的部队已到城北去阻击援敌，全歼城内敌人是有把握的。那就坚决的打，歼灭敌人以后，立即撤出战场，武器带不走的就地销毁。明白。立即通知各旅旅长赶到南诏店，研究一下下一步的作战方案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拉紧，拉紧，快点！做好了，来，走，快点！报告。我们现在离陈赓所部还有多远？照我们的推进速度，1天1夜就能到达。命令部队马上出发。是。快动！快动了！快点！快点！中车！快点！快！动得快！快！这边！快！中！敌我力量悬殊，李铁军可以说是人多武器装备精良，我们不占优势，可以说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。这一点在座的大家都很清楚。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尽快的想出一个对策。哼，李铁军欺人太甚，我看给他点厉害瞧瞧，打他几个小埋伏，叫他知道小郭是铁打的。说得对，说得到。我不同意打小埋伏，这对李铁军无关痛痒，要打就打大仗，不然的话，他总追着你走，根据地怎么建设，地方工作怎么开展，不歼灭这股敌人，就休想在玉溪立足。依我看，不能硬拼。如果捕捉不到战机，还不如到伏牛山上去打游击啊！什么？游击？还到伏牛山上去打游击？咱们又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候了啊！该打就打他一家伙吧。就是啊，我认为就是不能硬拼。现在敌我力量悬殊，这样硬拼下去，我们的老本全都拼光了。就是要痛痛快快的打，哎，该打就打他。对，应该打他一家伙。不能打，还打游击啊！司令员，李铁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到临汝了，离我们最多有1天1夜的路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打一下。就是，哎，这个打游击啊，就不适合咱们现在部队的情况，就是狠狠的打他一下。对，就打不行了。敌我力量太悬殊着咱们跑，没法打。是，必须要把他打下去。这争来争去啊，还得司令员拿主意。司令员，这大主意啊，还得你拿。是啊，司令员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我们现在是。既不能上山打游击，也不能跟敌人硬拼。司令员，我们总得想个办法吧。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，
大家光争论也不是办法。散会。啊？这还没下定论。